大家好，欢迎来到青丘档案馆，我是馆长小杜。今天我们来聊聊鬼压床。当然，在今天的视频后面，我们也会告诉大家如何破解鬼压床。说到鬼压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感觉到自己明明醒着，却无法动弹，身体像被封印住了一样。你能看到屋子里所有的东西，耳朵也能听到声音，但是无论如何，你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手脚，甚至也张不开嘴，发不出声音。有人甚至自称能看到灵体在自己床前出现，严重的他还会爬到自己的身上或者钻进去。在医学上，鬼压床被称为睡眠瘫痪症。这种症状是一种病，但是发病率呢比较高。据说全球有20%的人一生至少会经历一次。他们自称自己看到的灵体或者神秘的景象，但是在医学上被称为是产生的幻觉。维基百科上说，这种看似清醒，实则在做梦的情形是一种假醒的状态。也就是说，人们以为自己醒过来，却发现自己原来还在梦里，现实生活中也还在睡眠。这样的假醒通常会反复多次的出现，伴随着还有来自这种无休止重复的恐惧。通常你可以通过打断这种反复的麻痹，比如说我们可以试着尝试对小拇指的移动等等。在知乎上也有人说，当鬼压床发作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意念努力去移动自己的拇指，比如或者小拇指。一旦你有了动弹，就能够破解这种肢体僵硬、似醒非醒的恐惧感。大部分这种症状都会在你醒了以后几分钟就消失，身体也会慢慢恢复正常。有些人可能很多年才会经历一次，但是有些人却常常发生。医学上的解释虽然说这个是睡眠障碍，和生活压力有关，心脏不好的体质也容易发生。鬼压床也通常多发生在一些青少年以及年轻人的身上，因为他们压力过大。还有一些体弱多病的老人也常常发生鬼压床的问题。大部分的鬼压床症状都可以通过适当的放松，进行户外有氧运动可以缓解。但是呢，有一些人不认同这个解释，因为在他们的经历中，鬼压床往往和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之间有着很强的关系，甚至回忆起来确实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玄幻。小杜在老家有一个好朋友，父母是90年代的时候在县城做生意的。他们在县城靠近车站最热闹的一条街上开了一家旅馆，主要接待的呢都是往来县城运送货物的大卡车司机或者是经商往来的客户。日子虽然辛苦，但是因为生意也不错，一家人的日子呢过得也还挺好的。那个年代在这个县城里最热闹的街道上也常常发生一些事，比如说今天街的对面打架了，明天半夜抓小偷，大家敲锣打鼓的去追，要么就是哪里的逃犯跑了。10几年来也发生过很多闹出人命的事。他记得是2000年前，因为要应对高考，爸爸妈妈一边照顾生意，一边又担心孩子没照顾好会影响高考，就把之前没住在一起的孩子接到了他们每天要值班看店的旅馆里面，还给他安排了一间顶楼清静的房间，方便他学习和休息。但是平常呢，父母也不怎么来他的房间，因为他说那一年啊，常常会鬼压床，特别是入秋以后天气凉了，就会发作的频繁一点。他呢，总以为是爸爸妈妈太疼爱他了，给他加了太多的被子，怕他冷的缘故。我们都知道老底子的棉絮被啊，它一旦上了年份，就会感觉发硬发沉，脚背呢也被压得直直的。但是一旦睡着了呢，那种压迫感也会越来越强，然后他就会感觉到自己醒了，整个房间开始变得特别的明亮，眼睛能看到房间里所有的摆设，甚至他临睡前放在桌子上的书本和文具。然后他就会看到一个男人从门外走进来，站在床尾就这么看着他，有时候会坐在他的椅子上，有时候绕了一圈就走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紧张和恐惧，还有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越来越感觉到酸痛的四肢，一点都动弹不了的那种感受。有时候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凌晨天快亮的时候。他
他也会认为鬼压床发作时看到的那个人影，也许是妈妈进来半夜盖被子，但是你仔细回想，背影和身高都不像。就这样，他非常痛苦地过完高中，考上大学。在学校的寝室里，他从来都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只要假期回家，他回到那个房间，还是会发作。他也想，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呢？那些年还是会把这个问题怪到被子上。直到后来，她结婚前带着当时的男朋友，后来的老公回家，有一次被父母安顿在自己高中住过的房间里面休息。第二天，她先生起床的时候对她说：“你爸爸怎么能不敲门、不打招呼就进来呢？”当时他就问他：“我爸爸什么时候进来的？”先生说：“在天快亮的时候，我还没完全醒，就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进来，我也看不清，模模糊糊的，和你爸爸是差不多的年龄和身高，不是你爸爸会是谁呢？”他看了一眼，走到我跟前，说了一句：“你们都睡在这里呀？”似乎不好意思，站了一会儿就走出去了。我的朋友听完这话，心里一沉，他说：“那不是我的爸爸，我也看到了。”他先生脸色都变了，那是谁？他是开门进来了，又带着门关上走的，不过都没什么声音。他按住他先生的手，他说，在高考前的那一年，在这个房间里，他所有鬼压床的经历。他说他一直以为那是自己经历的鬼压床，只是自己做噩梦，没想到他的先生也看到了。那一刻他才真正觉得恐怖。但是考虑到爸爸妈妈的感受，他们没有选择说出细节。他们一起讨论过那个男人是谁，为什么总是来这个房间，为什么总会被他看到。他似乎也没有伤害我的朋友，似乎这些年也总是默默地来看一眼就走，似乎在守护他。也许是个可怜的孤魂野鬼。再后来，他爸爸妈妈做生意的这个房子拆迁了，因为产权到期了嘛。其实最后几年这家店的生意确实不怎么样，反倒不要了这块地，爸爸妈妈的身体和其他地方的生意反而渐渐好转了。我们在之前的一个视频里讲过通灵者的故事，常常经历鬼压床的人，一般是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见到人体，而能做通灵师的人是随时随地都会看到。我们以后也会聊一聊从鬼压床开始，因缘巧合下开始做灵媒沟通的台湾几位著名大师的故事。欢迎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青丘档案馆。说起这个鬼压床的经历，很多人有在社交媒体上做过分享，也不好说真假。但是我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朋友呢，大概50多岁，本身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也是个无神论者。他说他也经历过一个比较离奇的鬼压床。他说有一年，他带着他的搭档，也就是合伙人，去北方的一个城市下面的县城出差。他记得他们刚办好入住呢，看到那个房间是一个标间，2张床，靠里面这张床是贴着外面的窗的，他就选了靠近门、靠近洗手间的这一张床。他的搭档选了靠窗那一张床以后呢，扔下行李就直接躺下了。一路奔波，大家都有点乏了，想着呢休息一阵再出去吃个饭。很快他的搭档就打呼了，他还在眯着眼没有入睡。他说他不习惯在陌生的地方马上入睡，所以只是闭着眼睛打盹。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说自己突然就感觉到一阵凉风从窗外吹进房间，比平常感觉到的那种凉意还要冷。他把眼睛睁开一条缝隙，却看到窗外进来一个女人，披头散发的，衣裙也长长的，看不清是怎么进来的，就这么毫无阻碍的进来了。他看不清脸，模模糊糊，像一团气，但是又有形状。那个人看了眼他，却没有朝他走过来，转身朝着他的搭档慢慢的趴下去了。他当下心里一惊，却发现自己动不了，喊不出声，也动弹不了。他想起了鬼压床，以前在家里的梦魇就有这个感受，不过每次他都是努力去动自己的手指头，只要动了就能破。他一边努力去动手指头，一边看着搭档这一侧的情况，眼看着这个女人半个头都钻进了搭档的脑袋，他一着急，突然就能动了。不管3七21，他起身大喊一声滚，紧接着就抓起一个枕头朝那边扔了过去，枕头穿过女人的身体砸到了搭档身上，受到惊吓的女人急忙一起身就往窗外逃走。这个时候他的搭档突然深吸了一口气，脸色苍白地醒了过来。他还有点后怕，但是没有跟搭档说起这个事儿，就问他你怎么睡得这么沉。
叫你都醒不了，醒得这么吃力。我拿枕头砸你的时候吓到你了吗？你的脸太白了吧？搭档说，我就感觉自己睡着了，就身子一直往下掉，然后就醒了，但就是起不了身，身体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房间很亮，感觉自己睁着眼睛似的，怎么都醒不了，后来憋得不行，吸都吸不了气。那你睁着眼睛看到了什么？没看到什么，只是看到房间里现在的样子，就是特别亮，特别冷。我的朋友想了想，想到这个搭档平日里身体有点虚，常年抽烟喝酒熬夜，那自己要是说了不该说的话，也许会吓到他，就索性不提自己刚刚看到了什么，只是说这个房间感觉气味不太好，我们换个房间吧，你也能睡得好点。这个事情就这么过了。后来呢，也没再看到什么东西。但是回去后，他这个搭档的身体越来越差，调理了很久才调理回来。我问这个朋友，你除了这一次，平日里也会看到这些东西吗？或者你也常有鬼压床的经历吗？要么你怎么知道控制手指头只要能动就能破戒？他说以前常常鬼压床，一般在特别累、身体特别虚的状态下，也容易在外面看到不清晰的影像。这一次呢，是第一次在睡着后看到阿飘对着他的朋友做了什么。但是可能那个时候他的朋友靠近窗更近，加上当时他的阳气呢，也比那个体虚的搭档多一点。当时那个灵体就他的朋友下了手。这件事情以后，他以后出门就常常带着护身符了，在陌生的地方入睡呢，会念念佛号。说起来，鬼压床也确实是在身体比较弱或者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发生，医学都认可说精神压力会影响人的健康状态，那么人就容易出现幻想。但是从道家的医学来说，人体阳气不足的时候，就是你的金钟罩比较薄弱的时候，你身处在不安全或者阴气旺盛的地方，就容易招惹不该招惹的东西，包括临终的人比较容易看到脏东西，或者我们瞧不见的那些影像。也许有人说鬼压床是跟灵体有关系，也有人说鬼压床只是一个健康身体的状态的表现。蒲松龄在写《聊斋志异》的时候呢，写过很多鬼故事，也包括鬼压床的故事。他的朋友曾经跟他分享一个老头子午睡鬼压床的经历。就是那一天中午，这个老头在房间午睡，昏昏沉沉的时候呢，朦胧中看到一个女孩从外面走进来，穿着白色的衣服，头上还缠着白纱布，就像丧服，脸色浮肿发黄，甚是恐怖。他以为是邻居来找他的老婆，但是他没想起来有哪位邻居家里有丧事，他就想我先看着，看他是不是找我老婆。但是这个女人突然就朝老头子走过来，爬上了他的身体，直接坐在他的肚子上，过会儿又开始慢慢的闻他，从他的肚子一直闻到他的脸、鼻子、嘴巴。然后那个老头就觉得很惊恐也很奇怪，你这个女人怎么可以不打招呼就爬上他的身子呢？但这个女人靠近他的鼻子和嘴巴闻他的时候，他感觉到这个他呼出来的空气都是冰凉的，他一下子大惊失色，觉得这可能是有鬼。他赶紧就冲着他闻到他的嘴巴靠近的地方一口咬了过去，咬住了他。那个鬼受到了惊吓就惊慌失措，但是他咬得很重，就怎么也挣脱不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头子的老婆回来了，走到院子里，正在大声说话。老头子一着急，马上喊有鬼。老头子这么一松口的时候呢，鬼就趁机逃走了。然后老太太进来了，说你是不是做噩梦了呀？大白天还有鬼。老头子就把自己的经历仔仔细细的跟他老太婆说，老太婆还是不相信，他就拉着他来他的枕头边看。他说我咬了他，当时流了好多血，都从我的脸脖子上流淌过来，你可以看一下。他们仔细去看，却发现枕头上有很多透明的液体，很多，然后还冰凉。他们仔细去闻的时候呢，腥臭无比。然后老头子感觉自己嘴巴也很臭，好几天这个味道都没有散过去。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描述了好几次鬼压床的故事，这个咬鬼，这个名字叫做咬鬼的故事呢，相当的典型。那么你有没有经历过鬼压床呢？
欢迎在节目后留言。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青丘档案馆，我是小杜，欢迎关注我们哦。